致命打击还是百老汇表演？当 NBA 最奢侈的詹姆斯·哈登遇上最节俭的贾莱特·阿伦，当没有战术的火箭遇上永远执行战术的勒布朗·詹姆斯，会发生什么 ？NBA 季后赛第一天都有些什么样有意思的小故事？大家好，这里是 Telfer， 我们一起挖掘真实、励志、有趣的篮球文化。你的点赞让我不停更新。2026年季后赛的第一场比赛在尼克斯与老鹰队之间展开。下半场刚刚开始 ，CJ 麦克勒姆在一次跳投时抬腿击中了布伦森的要害，这让布伦森痛苦万分，也让 CJ 立即吃到一个技术犯规。但是 CJ 认为这是布伦森的百老汇演技。He acted it out until they reviewed it, and it's a normal jump shot, nothing there. Unnecessary. I look forward to getting my $25 back. 当然，布伦森本人并不在意。It wasn't purposeful, so we move forward. 本场比赛 CJ 20投11中得到26分，而布伦森22投9中得到全场最高的28分，帮助球队取得胜利。比赛剩25.6秒，尼克斯领先9分，胜负已分。在布伦森罚球时，开心的尼克斯球迷又喊起了那一句令人熟悉的口号。Highly physical game one. 值得一提的是，特雷杨已经被老鹰队交易，这场比赛和他没有任何关系。赢下比赛之后，布伦森的冷幽默表演还在继续。You guys feel like you're built to win? Yes. Someday we get a two-word answer for you. Yes, sir. 今天与布伦森一起出席记者招待会的是唐斯，但是布伦森还是没有忘记蛐自己的老朋友约什哈特。I think we've grown as teammates, we've grown as friends. It's contributing to the way we're playing. I'm not at the Josh level yet, but we work. Josh is not a friend. Please don't. 2023年的季后赛，哈特曾经在接受采访时偷吃了披萨。在之后的季后赛中，我们绝对还能再看到布伦森与哈特的小剧场。东部的第二场比赛是骑士对阵猛龙的比赛。赛前，骑士后卫詹姆斯·哈登乘坐一辆定制的劳斯莱斯来到了速贷中心。这辆车的颜色被定制成了哈登时的全新配色 Playoff 季后赛配色，而哈登穿的这套时装也是专门定做的，还叫上前队友祖巴茨一起，他们一起定做了这套衣服，也一起穿上了这双哈登十。赛前，骑士主场速贷中心所有的保安也都收到了这一双新鞋。为了一双鞋定制劳斯莱斯真的太奢侈了，而哈登的队友贾莱特·阿伦则是另一种极端。众所周知，进入 NBA 9年，阿伦一直穿着一双黑白配色的欧文3。9年过去了，最近1-2年，阿伦开始发现他再也无法在网上买到他的尺码 US 17码的欧文3，他甚至已经穿烂了好几双。终于，他开始向媒体求助，而今天，阿伦终于搞到了一双新鞋，还是一双欧文3。欧文3推出了2017年，正是阿伦参加 NBA 选秀的一年。2017年春季，就在阿伦准备选秀的时候，我正在参加他的母校德克萨斯大学法学院的面试。在那场面试中，我与面试官吉米一直在聊贾莱特·阿伦，并没有聊任何正事。而就在阿伦被篮网选中之后的5天，我也成为了德克萨斯大学的学生。阿伦的这双新欧文3是来自2017年的 PK80 配色。2017年，为了庆祝耐克创始人菲尔奈特的80岁生日，耐克在菲尔奈特的家乡俄勒冈举办了一场大学邀请赛。在 PK80 中，由阿伦的学弟穆罕默德·班巴所带领的德克萨斯大学与马文·巴格利所率领的杜克大学战至加时。那场比赛，双方的所有球员穿着的都是 PK80 配色的球鞋。那场比赛也成为了我的珍贵回忆。说回今天这场比赛，比赛开场，刚刚换上新鞋的哈登与阿伦就完成了连线。阿伦接到哈登的传球，直插篮下，完成扣篮。骑士的对手猛龙是本赛季进步最快的球队之一，常规赛中猛龙更是3-0横扫了骑士。但是本场比赛缺少奎克利的猛龙快攻得分只有1分，而本赛季的全明星球员布兰登·英格拉姆仅获得了9次出手，显然他对于教练的战术安排并不高兴。Coach wanted to use me as a screener. He noticed that my man wasn't coming off of me, so he wanted me outside of the action a little bit and being a receiver. But you know, at the end of the day, me shooting 9 shots is not going to win. 本场比赛出手最多的是骑士队的多诺万·米切尔，他20投11中得到32分，帮助骑士拿下开门红。从2020年开始，米切尔已经连续9场在系列赛揭幕战中得到30加，稳坐 NBA 历史第一，堪称 G1 的王。米切尔的 G1 得分记录开始于2020年，20年的季后赛首轮 G1， 米切尔甚至狂砍了57分，但是他没有最终取得那一轮系列赛的胜利。在那轮系列赛中，有一位后卫与米切尔对标，他就是贾马尔·穆雷。西部的第一场比赛在3号种子掘金与6号种子森林狼之间展开。这场比赛，掘金的贾马尔·穆雷无法阻挡，他砍下30分、5个篮板、7次助攻，罚球16中16。在被问到会不会根据不同的防守者调整进攻策略时，穆雷只回答了一个词
Does whoever's guarding you in an individual stretch dictate anything to you, or is it irrelevant? 但是穆雷本场比赛获得16次罚球，还是引来了森林狼队主教练芬奇的不满。The 16 free throws from Murray is a head scratcher. Scratch 的意思是抓挠，而 head scratcher 让人挠头的东西，指的是让人费解的事儿。在芬奇看来，这么多罚球真的让人难以理解。但是在掘金队的将帅眼中，这非常简单。He drew a lot of fouls in that quarter because he got fouled. 尽管输了第一场，森林狼队当家球星爱德华兹心情不错。赛后的记者发布会，他并没有抱怨裁判，还畅饮了加德勒。Fuck with something 与大家之前所听的 fuck Trae Young 并不一样。Fuck with something 与 fuck something 的意思正好相反，是喜欢和认可。当爱德华兹在全明星被当成克里斯保罗整的时候，他也说了这个表达。Oh my God, I knew that was you, bro. Jimmy Butler, bro. Jimmy Butler, bro. What up, gang? It's Jimmy Butler, gang. It's you, and then it's this nigga right here. That's what it is. It's you, and then this nigga right here. I ain't gonna lie. You be making nigga mad though. Hey, y'all nigga, hey, I fuck with you. Where you from? I'm from Detroit. Both of y'all niggas from Detroit. I ain't gonna lie. I'm fucking with y'all. I'm fucking with y'all too, boy. Rondo, that's who you did. Rondo, Chris Paul. Rondo, Chris Paul. 虽然爱德华兹并不是加德勒代言人，但他并不讨厌加德勒。最讨厌加德勒的要数科怀伦纳德。几乎每场比赛赛后的发布会，伦纳德都要将桌上的加德勒放到桌子下面。几天前的附加赛也不例外。而作为加德勒的代言人，今天唐斯也畅饮了同款加德勒。屏幕前的各位，你又最喜欢哪一种加德勒口味呢？今天的最后一场比赛是湖人主场对阵火箭的比赛。赛季末，东契奇和里夫斯同时受伤，让湖人的季后赛希望一下变得渺茫。而因为在训练中遭遇了膝盖挫伤，火箭队的凯文杜兰特也将缺席系列赛第一场比赛。可尽管如此，火箭队记者 Brado 还是预测，即便没有杜兰特，火箭也不至于输给缺少里夫斯和东契奇的湖人队。但是在杜兰特缺席之后，本场比赛火箭队的进攻捉襟见肘。前 NBA 球员 ESPN 天团的肯尼史密斯认为，火箭根本没有遵守比赛计划。I just thought they didn't follow a game plan or the game plan. 而说到比赛计划，最尊重比赛计划的绝对是41岁的勒布朗詹姆斯。I don't want to give up the game plan or what I see out there. It's a long series, but 他用自己的视野和对比赛的理解串联球队。首节詹姆斯就送出8记助攻，全场比赛詹姆斯得到19分、13次助攻、8个篮板。同时，本场比赛詹姆斯也迎来了人生的重大时刻——季后赛版本的父子同台。Shit, I was on the floor with my son, like in a playoff game. That's probably the craziest thing that's ever happened to me in my career. 而赛季中期才来到湖人，赛季末才开始顶上首发的卢克·肯纳德，今天5记3分全部命中，砍下了季后赛得分新高27分。As a shooter, you know when it feels right. So I was just trying to be aggressive, look at my shot whenever I could. 在季后赛之后的比赛中，防守肯纳德的重任落在了火箭队的阿门·汤普森的身上。Yeah, I mean that was my matchup, and he went off. I gotta be better than that. 比赛结束之后，预言失败的火箭记者 Brado 果然被冲了。之后的季后赛还会发生什么？还会有什么样更有意思的小故事？就让我们拭目以待。